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我们今天这个过年前，我们邀请到这个来宾，好好的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所属部会呢，到底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什么样子的重大成绩单？热烈欢迎环境部长彭启明。时琪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真的很开心呢，又再度看到你哦，8个月了。8个月，对。01天，对，02天，02天，对，有感受到关不了省吗？我个人是觉得说我做这个选择啦，我就会很坦然去面对了哈。当然，我是觉得的确是很辛苦，我必须说很辛苦。我过的生活比我以前在民间当这个企业家还认真，还努力。然后我过得很简单。我不应酬，然后我每天很自律，7点就到办公室，然后过得很简单，然后我不应酬，所以过得很简单自律的生活。我觉得我很努力在工作上啦。很有成就感吗？我觉得我推动了几件事情，例如说好碳费，上次您访问我的时候，对，过了，我现在过了，把它搞定了。对，那个时候还在演之前，我把这个那么难的事情搞定了，然后 SRF。这么争议的议题，我们白皮书出来了，往下走。垃圾山的议题我们也解决了，要一点时间，明年年底可以完成。然后各种的国际的议题，或是绿领人才的议题，我一个一个去解决，我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是有成就感啦。但是我还是希望慢慢的可以改变，让台湾的环境可以更好，是我的职责。我觉得就是说，看到事情的有往前推展这件事情，其实是令人振奋的。可是呢，事情要有人做，事情要往前推展，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要有预算。请问你们部会在这一波的大屠杀当中，算重灾区还是小灾区？我觉得整个屠杀里面没有人是重灾，都是灾啦哈。我举个例子，当然那个第一个是出国。像我有一个功能，就是国人期待的，要我去解决 CBAM 欧盟未来会收碳的边境调整的税，简称碳关税啦。碳关税，欧盟这个明年就要开始课征了。那我们其实要协商。那我的出国经费被砍了，统3、6成啦，只剩下4成啦。那所以我们要怎么跟国外？我纵使我都搭经济舱，钱都不够啦。这个我等于是跟同仁算过，以后我们可能就要额外来处理了，会比较辛苦。那整个气候变迁还有各种都需要国际合作，那恐怕以后就很困难了。所以环境部动山的这个比例，山跟动。我给各位看一个图哦，这张图是最新的统计出来的，热腾腾的哈。这个第一个叫冻结嘛哈，冻结就是写个报告或是专案报告，他就给你使用哈。我们以前大概都是冻大概很低啦，大概1-2% 啦哈，现在冻到12.83%。而且呢，这个冻都比例很高，12%哦，12%哈，大概增加12倍，对啊。然后这个删除呢，大概差不多比往年多一点点，大概3点多啦哈，但是其实也是往年最高。那我把这个图表问了我的政次是环境部的常任的公务人员，他一辈子都在环境部，他说他在当公务员30几年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也蛮担忧的，所以我才说大屠杀，真的是大屠杀。那其实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当然，业务费砍了3成，是大家都在砍。那业务费3成是什么概念呢？各位知道，我们业务费其实一个公部门要做很多事情，需要不是自己做，因为公务员有自己的薪资预算，那还要做很多事，有时候要委外给别人，公司协力一起合作。那今天我假设我要委一个事情，你来帮我。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广宣预算哦，砍得很低哦。好，我假设啦，我要来支持做一个这个节目啦，不可能哦，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有一个合作来做一个节目来宣导或做什么，不可能哦。好，假设我有一个节目是来做这个，然后我现在告诉你说，我们合作原来的经费只能打个7折，3成以后我不知道，你会来跟我合作吗？不会啊。谁理你呀？对啊，觉得说你那么不确定因素会造成我很大的负担，就说算了。其实我很担心这个未来，外界人如何看公部门，因为你有3成就不确定的预算，这个是很难做的。虽然很多人说啊，写了报告就解冻了，未必哦。对，因为我跟你讲，要看他们心情。他们有一些解冻案是要到大院
到大院就很难解了。对。然后例如说我们有一个署叫做资源循环署。资源循环就是说我们例如说这个纸一定要做好最好的这个利用，如果这个纸没有好好的利用，就没有回收，就丢掉就烧掉了，或是堆积如山就变垃圾山。所以我必须好好教育国人，怎么分类，怎么去做得好。那这个没有做得好，垃圾就一大堆。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这个署推动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很重要，可是也被砍了3成。等于是冻结3成，然后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叫化学署，这个名字很像是化学哦，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化学署做的就是国人重灾的化学。像我们最近很多国人会想要开一台电动车，对，其实电动车也有危险性哦，对，里面锂电池哦，对，这个怎么处理，尾巴怎么处理，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那冻结了，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啦。对，那未来怎么防护这种电动车的可能的危险？那这个就会出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国家环境研究院，他们是培育这个绿领人才，绿色的领子就是绿色的工作，那个是年轻人最看到最有未来的工作，可是它的经费也被冻结了3成，等于是说它未来的速度势必要放慢下来。等于说我觉得是说我鼓励有同仁啦哈，既然面对了，我们就要去正向面对它啦。我也不能怨天尤人，然后说我们领的薪水不要做事，不行这样，我们会努力的做。可是没有业务费，我是要做什么事啊？的确，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鼓励同仁说，我们要认真啦，然后跟委员好好沟通啦。那他们一辈子都是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也是这个年的确是蛮沉重的。所以这个过年心情都会很不好啊，就是那怎么办呢？原本在推动的事情，现在可能要放缓，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了。而且有很多是，譬如说。保护环境的这些宣传，譬如说什么这个垃圾的回收啦，或者是等等的这些东西，宣传费都没有。我们本身宣传费就很低，我只有200万而已，那又被砍了6成，所以我就觉得，那所以我们就开始破坏环境吧。不行，这一定要去做，所以我只好很努力的在用我们的自媒体去做处理。那问题是说，那个量能跟这个雅虎 TV 可能很难比啦，它的观众的人数还有影响力都差很多。然后我来的时候也觉得说，公部门很有力量哦，可是后来发现公部门是很辛苦的，因为它本身第一个开记者会也不见得会登，媒体也不见得会登，然后登了大家也不见得会看啊，都在网络上流传。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困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推行一个很好的政策要往下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通道每一个人身上的，这是最大的关键。通路很重要，所以就只能这样用自己环境部的，譬如说脸书啦等等的，所以这些就会受限。因为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撒下去，然后大家都看得到，环境才能够大家共同来维持，否则就是局限性会很明显啦。好吧，那因为各部会都面临同样的状况啦，就是大家都这个受灾户，然后现在大家都可能在调整说，好，那如果被删减掉的、被冻结掉的，那剩下来的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这一部分的确是辛苦了啦。8个月02天，面临到职涯当中最大的一笔。这个困难，这个就很像说哈，我当然我也理解很多的委员说，那你们好好写一份报告给我看呐，哈。可是其实我很努力在我们的委员会里面，让很多的委员知道我们的努力。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最早所有部会里面最早11月下旬我就通过委员会的预算了。那时候我其实被删的很少，因为委员们对我们环境部很肯定，我们的同仁我们都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说明的也很清楚。然后可是到了这次突然就爆量了。那爆量我是觉得是说，我也可以理解很多的委员的心情啊，但是我是觉得以前我在民间经营企业的时候都知道，你要马儿好，一定要让马儿吃草。你不能说让马儿说你赶快给我，你这个马已经很瘦了，你要给我跑快一点，你跑快一点，我下次再给你草吃。
这个很难做，就会让公务人员，就是说我觉得我是政务官，我觉得我担负这种责任就算了，可是让我们的事务官的同仁，因为负责沟通做事的其实是我们的事务官，我政务官是我要负责整个政策的决定，还有委员的质询，但是他们就很难做事，那我就必须很辛苦的要鼓励他们，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的心情的写照。部长就是之前在跟立法委员们一个一个沟通，拜托预算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委员都跟你的互动都还不错，对不对？你也没有想到说，到最后一天呢，这个立法院竟然会丢出这么多案子，删，互动过程是好的，我觉得，所以你没有预期到说，接下来会大屠杀。其实我自己对于，因为我没有参与政党的各种的政党的活动，所以委员对我来说，他们也都知道我是从民间来，也有我的专业，所以他们对我是不管是蓝绿，他们对我都非常的支持，甚至当然有些委员对我还是有很高的期许，那我也都接受，我也承诺我会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说真的，我是内阁里面第一个部会通过预算的委员会出委员会的，我大概有1个多月没有去立法院。就大家在忙的时候，哇塞，这个厉害哦！我就1个多月没有去哦，大概到了1月都没有去，1个多月没有进去立法院。但是委员要求说他要到地方视察，我都能够去，就配合去。所以其实我等于是我们很努力，环境部的同仁很努力在做这个事，但是没想到就是一样无差别的，那我就觉得心里面就有时候觉得会很挫折。有时候我们的同仁会觉得说那为什么要那么努力？也会给我一个这样的想法。的确，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环境很重要，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愉快的，再加上又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政党的这些影响，可是到最后还是用政治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会伤害蛮多认真做事以及公务人员他们的这个心理啦，就觉得那我能不能认真？结果到最后你们不是看我的专业来删减，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在这一次。透过了这样的删减预算，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反思。